大家有没有发现，特朗普一开口就自带老子天下第一的气场，动不动就交易艺术，永不认输，爱跟全世界硬刚。今天咱们不整那些高大上的心理学术语，就用大白话，从他小时候的家庭教育背景，到2026年3月底他那些最新决策，看着这家伙的性格到底是怎么练出来的。听完你准会感慨，原来一切都有根源啊。先说说特朗普的成长包。1946年他出生在纽约皇后区，老爸弗雷德是房地产大佬，典型的硬汉企业家，嘴上老挂着要么是赢家 Killer， 要么就是输家，还直接叫特朗普小国王。老妈是苏格兰移民，早年因为生病在家带的少，家里基本就是老爸一人说了算。长大后就是工作狂模式，情感上挺冷淡的。特朗普小时候就缺爱，家里氛围全是竞争、赚钱、地位，他后来爱排场、爱炫耀，根源就在这儿。13岁那年，他因为太调皮，例如偷偷跑去曼哈顿买刀，老爸直接把他扔进纽约军事学院，那地方军纪严明，他就从普通学员一路干到下士和训练官，学了领导力，支配别人，但也彻底把弱肉强食，绝不是弱，这一套刻进骨子里。高中毕业后，特朗普先上了福特汉姆大学2年，1966年转到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，拿了个经济学学士。沃顿教的全是实用谈判、商业实战，他几乎不参加社团，毕业就直接进家族房地产公司干活。越战时候，他靠上学延期加上骨刺医疗豁免参战躲了过去。这些经历直接把特朗普雕刻成现在这副样子，比如超级爱赢、爱吹牛、死不认输的性格，是受到老爸的赢家哲学，加上后来积极思维导师的影响，让他坚信自信就是成功。军事学院的竞争和房地产圈的残酷，让他把夸张宣传、制造轰动玩得炉火纯青。而控制欲强、不爱共情、任性爆表的性格，是因为童年的情感缺位加老爸的冷酷，让他把示弱当成敌人。兄长早逝更让他学会了永远硬刚。70式竞争成了特朗普的保护壳，他的交易脑冲动大胆，讨厌规矩，是因为沃顿的学习和家族企业的实战，练就了他交易艺术的谈判风格，喜欢杠杆、快决策、打破常规。军事学院也让他最烦官僚主义，而他骨子里其实有点不安全感，因为小时候不够被爱，所以表面超级自大，靠胜利和别人的忠诚来填补空虚。简单说，特朗普就是被训练成永不失败的国王的纽约商人。美国商界政界都吃这套，但也导致他容易冲动，只看忠诚，不爱仔细深究长期后果。到了2026年3月底，他第二任期已经1年多了，他的决策还是老味道，例如去监管美国优先打击输家机制。接下来挑几个最热的政策给你扒扒，为什么他会这么干？3月13日，特朗普签了住房可负担行政令，要求砍联邦住房监管，加速建房许可，放松环保规范，让社区银行多放贷。为什么他会签？因为他老爸就是靠大批量盖房发家的。特朗普骨子里最恨官僚和绿色规矩挡赢家路，他那支配型性格一上来就要快刀斩乱麻，用时打时，房价降下来，证明自己交易牛。3月26日，他签了针对联邦承包商的 DEI 禁令，明令禁止联邦合同用 DEI 多样性、公平包容，改回纯靠本事招聘。为什么他会签？因为军事学院和老爸的赢家输家二元世界观，让他觉得 DEI 就是反竞争的输家保护伞。他雄心自立那一面，直接优先忠诚加能力，管他政治正确不正确。3月中，他的移民政策在法院胜诉，上诉法院支持政府能延长居留移民，不用马上见法官，边境执法更狠了。为什么他会上诉？因为支配与控制的本能加保护自己家，也就是美国的直觉，让他把移民当国家安全的输家问题。只要交易脑一转，他就要快速见效，不搞那些人文长线。3月底，伊朗那边的外交调整，他下令美军推迟打击伊朗能源设施5天，说跟德黑兰对话挺有成效。为什么他会这么操作？因为沃顿的教育经历加家族企业的谈判基因，让他更爱先威胁后交易，而不是直接开打。
他那冲动大胆的风格体现在节奏上，同时秀了一把国王掌控全局的范。总之，特朗普的这些决策不是拍脑门，而是他从1946年到1968年那段国王养成史直接延续出来的，用赢家逻辑砸规矩，速度第一，忠诚第一，美国利益第一，就是讨厌软弱和官僚。不管你是他粉丝还是黑他那股永不服输的交易狂魔的狠劲，确实是从小被老爸和军事学院硬生生硌出来的。至于未来美国的政策会怎么玩，咱们继续盯着白宫官网的信息吧。